隨着麒麟芯片的回歸，你們知道華為已經發布過多少款麒麟 SoC 了嗎？整整23款，同一個型號還有各種各樣的後綴，就連我都快分不清它們之間的區別了，到底哪個強哪個弱？這個8020和 9010S 又是個啥？與8000和9010又是什麼關係？我覺得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實在是太複雜了。這期視頻就和大家好好梳理一下華為近2年發布的所有手機和平板端的麒麟芯片，希望能給大家購買華為手機和平板提供一些幫助。如果我們按照核心架構來分，那其實無非就是5大類。9000S、9010、8000、9020和9030，底下還有一大堆的子型號。先來看 9000S 和它的小弟們。9000S1其實就是在 9000S 的基礎上 CPU 降了點頻率， GPU 砍了一顆核心，而 9000W 和 9000WL 則是 9000S1 的无基带版本，是給平板用的。這裡面最弱的是 9000SL 和 9000WM， 在 9000S1 的基礎上CPU 砍掉了一顆大核和一顆小核，變為6核9線程。GPU 進一步砍掉了一顆核心，只有大哥 9000S 的一半。這兩個小垃圾屬實是沒啥存在價值。說完了最複雜的 9000S 家族，我們來看9010。9010其實一共就4個版本，和前面類似。90101是在9010的基礎上降了點 CPU 頻率，砍掉一顆 GPU 核心。 9010W 就是 90101的无基带版本，而最拉的當屬這個 9010L， 在 9010E 的基礎上又砍掉了 CPU 的一個大核和一個小核，又是一個6核9線程的小菜雞。反正帶 L 後綴的基本都不太行。從9010開始，華為在平板端又有了一套新的命名體系 T91系列，不知道還以為是 T90 坦克的改型呢。T91A 就是9010， T91B 也是9010，而 T91C 是在 9010L 的基礎上又砍掉了一顆 GPU。差不多在9010的同一時期，華為也在大力推廣新的終端芯片麒麟8000，從 A77 加 A55 的 CPU 架構和 G610 的 GPU 架構就能看出來。這顆芯片理論上應該是2021年用來接替麒麟820的，只不過由於各種各樣你我他都懂的原因，一直拖到了2023年底才發出來。無論是 CPU 還是 GPU 都已經嚴重落後於時代了，更不用說在8000的基礎上再砍一刀的8000A 了。為了打破這個尷尬的局面，最新的8020被直接劃到了9020的下面。是的，你沒看錯，這個8020和之前的8000沒有任何繼承關係，它就是在9020的基礎上 CPU 降了點頻率， GPU 砍掉了2個核心，也就是 GPU 性能減半。而 9010S 其實就是超頻版的8020， CPU 頻率與9020看齊。由於9020這一代算是華為改進不小的一代，小核也換成了自研的 CPU 架構，大幅提升了低負載場景的體驗，因此8020和 9010S 這2個小弟也跟着沾光了。除了他倆之外，還有 9020A 和 9020B， 其中 9020A 就是8020加了一顆 GPU 核心，而 9020B 是在 9020A 的基礎上 CPU 大核與小核各減一個，它是整個9020家族裡 CPU 最弱的一個。平板端也有 T92 系列，其中 T92 就是滿血版的9020， T92A 和 T92B 都是 9020A， T92C 是 9020B， 而最慘的是這個 T92D， 它是在 9020B 的基礎上砍掉了一顆超大核和一顆小核， GPU 更是直接砍半，削得這麼狠，它的體驗能不能比得過9010，我覺得都很難講。最後就是近期發布的麒麟9030系列， 9030 Pro 是滿血版，而9030是在9030 Pro 的基礎上砍掉了一顆 CPU 大核和一顆 GPU 核心，差距不能說很小吧，但也談不上很大。9030這顆芯片的詳細性能，本頻道之後也會做測試。好了，這就是近2年發布的所有麒麟芯片了。由於沒辦法把所有型號都做詳細的性能測試，所以一些細節不一定那麼準確，不過大方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，這裡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。近期想購買華為產品的朋友可以保存下來，